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影片。抑郁症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疾病，关于这种精神障碍的信息已经很多了，大家会认为已经知道了所有该知道的事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仍有一些关于抑郁症的领域认知是相当模糊的，许多资料只是简单地列出了抑郁症的症状。大多数人谈论抑郁症都会描述为一个躺在床上的人盖着被子，没有任何精力或动力的画面。虽然疲惫是抑郁症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标志，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标志。陷入抑郁状态时，会发生无数微妙的性格变化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抑郁症鲜为人知的5个症状。1. 情绪转换。情绪转换指的是情绪的极端转变。快乐的时刻可以带患者走出忧郁，但只有片刻，患者可能会经历彻底的转变。情绪在这一刻还感觉处于最低谷，下一刻又感到兴高采烈。情绪波动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轻躁狂，从而被误诊为双向情感障碍或边缘型人格障碍。但情绪波动也会影响抑郁症患者。这些开心的日子通常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，比如工作上的晋升或好消息。虽然此刻看起来并不抑郁，但内心深处可能仍在与抑郁做斗争。这些强烈的情绪波动会在患者成功、幸福的时刻压抑情绪，并会让患者对自己的情绪感到困惑。2. 健忘。虽然健忘是抑郁症的一个共同特征，但这也是一个通常被忽略的特征。这很容易被忽略，因为谁都有可能出现健忘。然而，抑郁症引起的心不在焉，是因为患者在沉思，他们很可能被困在自己的思想里了。此外，抑郁还会影响记忆力。一项研究表明，抑郁会导致短期记忆丧失。解决抑郁迷雾的一种推荐方法是锻炼，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，因为患者可能没有精力，但锻炼却可以让患者从自己的大脑思绪中解脱出来。3. 无法集中注意力。抑郁也会影响患者注意力。注意力不集中被认为是多动症的原因，但也可能是抑郁症的一种迹象。抑郁是一场自己和自己的战斗，患者在和自己的思想斗争。在抑郁的状态下，患者的经历和真实的想法都是关于无价值感和悲伤的。消极干扰的想法会分散患者工作的注意力，或者促使患者养成自我安慰的习惯，比如刷手机、刷视频或美食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注意力不集中会阻碍患者完成任务，从而导致无法专心工作，进一步导致错过截止期限交作业。如果发现自己在沉思或处理干扰性的想法，花点时间脱离自己的大脑观察它们，也可以试着找一项能让自己活在当下的活动。瑜伽和冥想是很好的练习，可以帮助一个人摆脱自己的头脑。4. 极度内疚。虽然时不时地感到内疚并不是情绪状态的一个指标，但过度内疚就是抑郁的一种表现了。事实上，它在1994年就成为列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一种症状了。患者在抑郁状态下所经历的罪恶感是非常让人心力交瘁的。这种罪恶感让患者无法看到过去的错误，就像滚雪球一样。罪恶感会从忘记生日发展为对出生都有了罪恶感。抑郁症患者的内疚会不断累积，并达到某种程度，促使患者产生自杀的念头或想法。内疚是患者内心发生的事儿。抑郁的症状在谈话的窒息、停顿中愈演愈烈，也可能会隐藏在自贬的笑话后面。5. 严苛的完美主义。当抑郁伤害了你的感情一书的作者香农·卡利考斯基认为，拥有并坚持自己僵化的思想是抑郁症的诱因和伴生症状。在抑郁症的背景下，完美主义掩盖了这样一个想法：如果你是完美的，别人就会爱你。他把你自己的价值和你所做的事情混为一谈。不幸的是，这让患者很容易陷入抑郁，尤其是当事情出了问题的时候。抑郁症形形色色，对我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。这是一种非常真实和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，但每位患者都不必独自面对。不要害怕寻求帮助，也不要让这些障碍阻碍自己。无论情况有多糟糕，总有事情会变好的希望。向心理学家或咨询师寻求帮助，
得到需要和应得的帮助，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，也可以鼓励别人摆脱污名，寻求帮助。影片中有哪个迹象描述的就是你的经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对这支影片有任何评论或反馈，也请给我们留言。我们希望听到大家的反馈。在我们考虑创作内容时，大家的反馈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可能从中受益的小伙伴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